克里姆林宫遇袭恶劣程度远超911事件，乌克兰不承认，他也逃不了。俄罗斯的报复哪会管你承不承认？大家好，我是吕哲。2架无人机直奔克里姆林宫，好在俄罗斯没有大意啊，电子战系统直接击落了这2架无人机。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袭击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普京当时也没有在克里姆林宫。没有损失，并不代表这事儿轻易就过了。袭击都袭击到克里姆林宫了，这可是俄罗斯总统府所在地啊！这一性质的恶劣程度是远超911事件，最有可能，当然也被外界普遍认定的凶手，自然是乌克兰了。一个呢，是因为俄罗斯正在和乌克兰打仗，乌克兰的无人机也不止一次出现在了俄罗斯的境内，特别是数次出现在了莫斯科的近郊。另一个就是之前普京视察无人机工厂的时候，也同样有无人机直奔普京而去，来袭的无人机同样坠毁在路上了啊。所以呢，无论是从动机还是行为上来看，乌克兰的嫌疑都是最大的。或许乌克兰的无人机还不足以完成从乌克兰境内出发袭击克里姆林宫这样的复杂任务。从技术上来讲，乌克兰的无人机升级虽然得到了西方的帮助，但是目前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是存疑的。但是我们可别忘了啊，无论是在俄罗斯境内的破坏行动，还是此前杜金娜的遇害，它背后还都有乌克兰的影子。所以啊，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你觉得它有没有可能做得到呢？而对于一把火烧到克里姆林宫尤其是在这次袭击行动还没有成功的前提下，乌克兰自然是不会承认的，这也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之前针对俄罗斯境内的所有袭击行动，乌克兰同样不承认。总之就是一副我只要不承认，你就拿我没办法的这样的态度。美国呢也同样第一时间表态，表示对这件事情可是毫不知情，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可是总统府所在地遇袭，又岂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随随便便搪塞过去的呢？乌克兰何止是玩火，美国和乌克兰不承认它没关系。俄罗斯的报复不会去听你美国和乌克兰是如何解释的。克里姆林宫遭到无人机袭击，这就是在打俄罗斯的脸。如果这一次俄罗斯不采取强硬手段，那以后克里姆林宫就不会平静了。俄罗斯方面也表示保留报复的权利，而俄罗斯报复的对象也只会是乌克兰。不管这件事儿是不是乌克兰干的，还是有人想浑水摸鱼，最后背锅的都只会是乌克兰。如今乌克兰的反攻大战在即，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俄罗斯会采取报复行动，可能就是在基辅下一场导弹雨。这是俄罗斯报复的最佳方案。对于基辅的大规模导弹袭击，足以让乌克兰和西方感受到俄罗斯的愤怒，同时也不会影响到接下来所采取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对于俄罗斯来说，接下来的大战才是重点。西方已经陷入了疲态，这一仗打漂亮了，冲突离结束就不远了。倘若因为克里姆林宫遇袭了而失去理智，疯狂报复乌克兰，说不定俄罗斯会因小失大，反而碎了这袭击者的心愿。好，欢迎给我留言，吕哲观察，今天就是这样。